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朴。今天在直播间做了2个小时的直播，在介绍一款白茶的时候，怎么辨别白茶的时候，由于网速比较卡，所以就此中断直播。现在以中视频的方式给各位茶友补上。大家请看眼前的这一款老者白茶，这就是在直播间讲述的一款茶，就是因为它而卡。来，我们继续把茶饼整一个拿出来摊给大家看。从这个茶饼我们能得知一些什么信息？我们在不冲泡的前提下，白茶我们怎么来通过这个外形来看一个春茶和秋茶和夏茶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中视频这个环节，让更多的茶友能做一个普及知识。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深墨绿色有这个泛棕红有黄绿色有绿色那我们如何来判别这个白茶是春茶呢？大家看这个整个面板一饼茶，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绿色泛绿色的嫩绿色黄绿色的偏多。一般黄绿色和嫩绿色偏多的茶一定是春茶，但是它的采摘前提一定是在4月20号或者4月25号之前，根据这个气候它略微有不同。那夏茶它会呈现成什么样子呢？来看这个一条形，这么一个条形深墨绿色，这就是夏茶的白茶的样板。日后大家会在散茶和饼茶当中会多数看到，如果是这个深墨绿色，那可以确定为是夏茶。那如何来看秋茶呢？秋茶就像这种灰色就这种灰色的颜色会偏多，这类秋茶的情况会比较凸显。那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白茶是月光白跟晒白的区别？很简单，一般月光白以这种黄绿色为主，尤其是蒸压过的饼以绿色为主，但是晒白以这样颜色为主。这个茶到底属于什么茶？其实这个茶我们在制作工艺的过程当中有阴也有晒，最后干度到95%左右的时候，再通过一次下午的阳光晒。那具体我们如何来分辨就是差不多到90%、95%的，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这个叶子叶落全部干了，但是这个茎像这类茎还未完全干，这个时候拿去晒，新做的白茶青味就没有那么重，尤其这种红叶它也会比较少。晒白就更容易凸显的是什么？在闻这个干茶的过程当中，一般晒白略带有一些红茶的一些特性，像这类茶它会偏有花香，且因为它的细胞破壁不严重，甜度会很高。好，那我们现在来开汤给大家演示一下。好，这是一个180毫升的盖碗，我们白茶的投茶量同样是6克。白茶的投茶比例我们可以把它放到1:25或1:30，因为我们注水这个盖碗不能注满。一般饼茶的醒茶在15秒钟左右来，我们出汤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没有用力碗，这是有碎茶，清透吧，非常清透好，这个冲出来之后带有一些花香，汤色就是如白汤，我们来冲泡喝的那一泡，单点注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8到10秒出汤。我们来做一个过滤，因为有碎茶，这个汤色的清澈程度就如白水一般，但是花香很浓，通透。来，我们闻下热汤香，有花香，还有淡淡的一点点清味。我们用玻璃杯来品鉴一下。有花香入口就是那种柔甜，但是那种热的那种茶气生津感它特别强就是唾液立马就增多，牙齿缝里好像有涌泉一般，这不是吹牛。好，我们来冲泡一下喝的第2泡，然后到第3泡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叶底。现在这个饼茶还没有完全散开，但是那种作用力非常强，就是牙齿根部生津感非常强，这是一般的白茶不具有的。这是一个凤庆老品种茶树的一个白茶，带有花香，而且清甜度它特别高，入口即化的那种。普洱做茶讲究一个鲜爽度，不管白茶生普要有一个鲜爽度，还有一个茶气。哇，确实可以。这是4月份的茶6月9号压制，到现在存放已经过了这个雨季，已经有5个月了，没有苦涩好，焖泡一下，检测一下这个液体，给大家看一下。春茶口感特别好。
但是略微会有一点点涩度，可能是我舌苔是被烫到了。我们焖泡2分钟，看这个茶会不会出苦，会不会出更浓重的涩。好，2分钟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来出汤，颜色是明显的加深啊，黄绿黄绿的，但是这个茶通透度太好了，像油一样。好，我们来品鉴一下啊，马上看叶底。好，腥味比刚才焖泡之前略微重一点点，但是花香味还依旧，苦有一点出来，但涩好像不明显，反而回上来的甜度它更强。好，我们来扒了一下叶底，这才是真火。我们能看到我还没泡开，扒了叶底才是真火。我们来看一下泡开的一些叶底啊，这是偏绿色的啊，那完全可以确定这个茶一定是春茶。但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些发红呢？其实白茶它有晒，但是它这个如果蒸压之前是这个颜色，蒸压之后这个红色会更加深度，很多泛红色是蒸压之后再一次烘焙的时候干燥的时候出来的效果。所以这个茶你看泡了那么久，白茶压的比较紧，到现在3泡了，还焖泡了2分钟还没有泡开，那说明这个茶耐泡度极高，15泡一点问题都没有，都是甜的啊。好，那今天关于这款白茶的解析啊，综合剖析和解析就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制作。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